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这个故事真的是让我这个老红娘都惊呆了。我从业20年，见过各种奇葩婚恋故事，但这个绝对是让我大开眼界。一位豪门千金从云端跌入谷底，却在最低谷时遇到了自己的真命天子，而且对方不是什么商界精英，而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台湾小农，简直太戏剧性了，比宫斗剧还精彩。我们的女主角叫苏雨晴，今年29岁，是大陆某知名连锁酒店的千金大小姐。别看她年纪轻轻，却已经是商界女强人，接手家族企业后，把集团市值翻了1倍，那叫一个厉害啊！雨晴不仅仅是个商业精英，还是个十足的才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尤其是古筝弹的那叫一个好，曾经还上过出彩中国人的舞台呢。长得吗？那自然是亭亭玉立，肤若凝脂，走到哪儿都是回头率100%的那种。本来啊，雨晴的人生可以说是开了挂，父母疼，事业顺，追求者能从办公室排到电梯口。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去年，他们家族企业遭到了一场有预谋的恶意收购，对手来势汹汹，手段极其卑鄙，甚至不惜散布谣言，打击他们的股价。最惨的是，在这场商业战争中，雨晴的父亲因为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突发心脏病，不幸离世。天啊，这对雨晴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父亲走后，集团内部开始内斗，加上对手的步步紧逼，整个家族企业开始分崩离析。短短几个月内，雨晴不仅失去了父亲，还失去了自己辛苦打拼的事业，家族所有资产被冻结，她还背负着巨额债务，从云端跌入谷底，简直是人间炼狱啊！我当时真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崩塌了。雨晴后来跟我说，原来站得越高，摔得越惨。更难过的是，那些曾经围着我转的所谓朋友、追求者，一夜之间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为了还债，雨晴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奢侈品、豪车，甚至连住的地方都从豪宅搬到了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出租屋。从前开顶级豪车的大小姐，现在只能挤地铁上下班；从前点餐从不看价格的千金，现在要精打细算过日子。但雨晴骨子里是个不服输的人，为了生存，她在一家咖啡厅找了份服务员的工作，虽然工资菲薄，但至少能保证基本生活。而且她心里始终有个信念，总有一天我要重振家业，为父亲争口气。老话说得好，车到山前必有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雨晴的转机就在这个看似最低谷的时刻悄然而至。那是去年冬天一个寒冷的下午，雨晴正在咖啡厅忙碌，店里来了一位穿着朴素的男士，看起来30出头的样子，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皮肤黝黑，有点腼腆。他点了一杯最普通的美式咖啡，然后安静地坐在角落的位置，摊开一本关于有机农业的书籍，认真阅读。这个人就是我们故事的男主角林家豪，一位来自台湾的有机农场主。家豪来大陆是参加一个农业技术交流会的，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农民不同，他可不是什么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家豪毕业于台湾顶尖大学的农业科技专业，还曾到日本、荷兰进修过现代农业技术。那天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没想到会遇见雨晴。家豪后来害羞地告诉我，第一眼就被她吸引了，不仅因为她漂亮，更因为她眼中那种坚韧的神采。当天傍晚，咖啡厅突然来了一群醉醺醺的顾客，其中一个人对雨晴动手动脚，出言不逊。雨晴强忍着怒气想要周旋，却被那人一把拽住手腕。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直安静看书的家豪站了出来，这位先生，请尊重这位小姐。家豪虽然语气平和，但站姿挺拔，眼神坚定，不然我只能请你们离开了。那群人看家豪人高马大，又不像好惹的主，悻悻地离开了。这一幕彻底打动了雨晴的心，那一刻我才明白什么叫君子温润如玉。雨晴说，他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些纨绔子弟，动不动就耍狠，也不像商界那些老狐狸处处算计，他就是那么自然而然地站出来，既不张扬也不退缩。事后，雨晴主动请家豪喝了杯咖啡，表示感谢。两人一聊，竟然意外的投缘。家豪对农业的热情和专业知识给雨晴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雨晴的坚强和不屈不挠也让家豪肃然起敬。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姑娘不简单。
嘉豪说，他端咖啡的手那么细腻，却能看出有长期使用电脑的痕迹。他的谈吐举止显然受过很好的教育，却在做着最普通的服务员工作。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有故事。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之后便开始了频繁的联系。嘉豪在大陆的时间不多，但他每天都会抽空来咖啡厅坐坐，有时候就安静地看书，等雨晴下班。在交流中，雨晴渐渐了解到嘉豪的家庭和事业。原来，嘉豪来自台湾宜兰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一辈子都在土地上辛勤耕作。嘉豪从小就立志要改变传统农业的落后状态，让农民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留在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家乡，接手了家里的几亩地，开始了他的有机农业实验。经过多年摸索，他成功建立了一个小有名气的有机农场，种植的水果、蔬菜不仅供应当地高端餐厅，还远销日本、新加坡等地。台湾的农业可不像大陆人想象的那么落后哦。嘉豪笑着对雨晴说，我们走的是精细化、高品质路线。我们的农产品虽然产量不如大陆的规模化种植，但品质和附加值却很高。嘉豪向雨晴介绍了台湾农业的特点。台湾农业虽然规模小，但技术含量高，特别是在种苗培育、病虫害绿色防控、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台湾农民普遍受教育程度高，而且非常重视品牌建设和产品溯源。我们农场虽然只有20多亩地，但年收入能达到上百万新台币呢。嘉豪骄傲地说，我们实行的是产销一体化模式，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全部自己把控。现在农场还开展农业观光，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雨晴听得目瞪口呆，在他的印象中，农民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的吗？嘉豪的描述完全颠覆了他的认知。其实大陆的农业也在快速发展。嘉豪补充道，尤其是这几年，数字农业、智慧农业发展很快，但大陆农业的主要问题是太注重规模和产量，有时候忽视了品质和可持续性。台湾农业强调的是精耕细作、生态友好。嘉豪继续解释，比如我们农场使用的都是有机肥料，农药使用量只有常规农业的1/10。我们还引入了荷兰的水培技术和日本的植物工厂理念，实现了农业生产的标准化和全年稳定供应。雨晴不禁感叹，没想到现代农业这么有科技含量，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两人越聊越投机，嘉豪对现代农业的热爱和专业知识，雨晴对商业运营的敏锐嗅觉，两人的对话总是能碰撞出火花。你知道吗？雨晴兴奋地说，其实你们农场的模式完全可以复制到大陆来。大陆消费者对高品质、可追溯的有机农产品需求越来越大，尤其是一线城市的中产阶级，他们愿意为健康和品质买单。嘉豪点点头，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最大的障碍是不了解大陆市场和消费者心理。另外，两岸在土地政策、农业补贴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我怕水土不服，这些问题我都可以帮你解决。雨晴眼睛一亮，我以前在集团负责过新业务拓展，对大陆各地的政策和市场都很熟悉。如果我们能把你的农业技术和我的商业经验结合起来，一定能做出一番事业。就这样，一个大胆的计划在两人心中逐渐成型。嘉豪提供农业专业知识和台湾成功经验，雨晴负责市场开拓和商业运营，两人合作在大陆建立高端有机农业品牌。这个想法让雨晴看到了重振家业的希望，也让嘉豪看到了事业更大发展的可能。但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中，两颗心越靠越近。嘉豪在大陆的交流活动结束后，本该回台湾，但他决定延长逗留时间。他找了个借口说要考察大陆农业市场，其实大家都懂的，他是舍不得雨晴啊。接下来的日子里，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嘉豪带雨晴参观了大陆各地的农业基地，而雨晴则利用自己的人脉，带嘉豪见了一些潜在的投资人和合作伙伴。在这个过程中，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嘉豪被雨晴的聪明才智和坚韧不拔所吸引，而雨晴则爱上了嘉豪的踏实稳重和专业执着。他跟我以前交往过的那些男人都不一样，雨晴跟我说，那些人要么是为了我家的钱和权，要么就是花花公子行的，根本靠不住。
嘉豪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想和专业，而且特别踏实可靠，做事情一丝不苟。嘉豪则说，雨晴真的很了不起，换了别人从那么高的位置跌下来，可能早就崩溃了。但她不仅没有被打倒，反而在逆境中展现出惊人的韧性和智慧。这样的女人，值得我用一辈子去珍惜。2个月后，嘉豪必须回台湾处理农场事务。临行前，他向雨晴表白了心迹，并承诺会尽快回来。雨晴，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嘉豪真诚地说，我知道我现在给不了你豪宅名车，但我能给你的是一颗真心和一个踏踏实实的未来。等我处理完农场的事情，我就回来找你，然后我们一起打拼，好吗？雨晴感动得泪流满面。嘉豪，我不在乎物质条件。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愿意跟你一起，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台湾，只要我们在一起。2人依依不舍的道别，约定3个月后再见。接下来的3个月，2人开始了艰难的异地恋。每天，嘉豪都会给雨晴发来农场的照片和视频，分享他的工作和生活。有时候是刚收获的新鲜蔬果，有时候是农场里可爱的小动物，还有美丽的宜兰乡村风光。你看，这是我们农场新引进的日本品种草莓，特别甜。嘉豪在视频里兴奋地说，等你来了，我带你去摘，保证吃到你嘴巴甜掉牙。雨晴也会分享她的日常，咖啡厅的趣事，她接的小型商业咨询项目，以及她为2人的合作计划做的市场调研。我最近联系了几个老客户，他们对我们的有机农业项目很感兴趣。雨晴在一次视频通话中高兴地说，特别是那个高端餐饮集团的老板，他说如果我们能保证稳定供应高品质的有机蔬果，他们愿意签长期合同。异地恋虽然辛苦，但2人的感情不仅没有因为距离而淡化，反而越来越深厚。他们不仅在交流感情，还在共同筹划未来的事业。雨晴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现代农业知识，甚至报名参加了一个有机认证的在线课程。嘉豪则拜托在大陆工作的朋友帮忙考察合适的农场选址，并开始了解大陆的农业政策和市场环境。3个月很快过去，嘉豪如约回到了大陆。这一次，他带来了一个惊喜。他决定在大陆南方的一个生态农业示范区租下100亩地，建立一个台湾式的精品有机农场。我已经跟当地政府谈好了。嘉豪兴奋地告诉雨晴，那里气候条件很好，而且当地政府对现代农业很支持，给了我们不少优惠政策。雨晴激动地跳了起来，太棒了！我这边也有好消息。我联系了几个以前的投资人朋友，他们对我们的项目很感兴趣，愿意提供启动资金。就这样，2人的爱情和事业同步升温，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命运总是喜欢开玩笑，就在2人的计划即将启动之际，嘉豪接到了一个噩耗，他父亲突发脑溢血，情况危急，我必须立刻回台湾。嘉豪焦急地说，父亲的情况很不好，医生说要做手术，但成功率只有 50%。雨晴二话不说，我跟你一起去。嘉豪犹豫了，可是我们的项目刚开始，项目可以暂停。雨晴坚决地说，但生命只有一次，我不能让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困难的时刻。再说了，早晚我要见你的父母，虽然不是在这种情况下，但我想陪在你身边。嘉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紧紧抱住了雨晴。当晚，2人连夜收拾行李，第2天一早就飞往台湾。此时的雨晴还不知道，这次台湾之行将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当雨晴和嘉豪抵达台湾宜兰时，已是深夜。医院的走廊静悄悄的，只有消毒水的气味在空气中飘荡。爸，我回来了。嘉豪轻轻推开重症监护室的门，声音哽咽。病床上躺着一位皮肤黝黑的老人，头上缠着厚厚的纱布，各种管子连接在他的身上，监护仪器发出规律的滴滴声。嘉豪的母亲坐在床边，看到儿子回来，眼泪瞬间夺眶而出。阿豪，你爸他……嘉豪母亲说到一半，注意到了站在门口的雨晴，疑惑地看了一眼，这是雨晴，我女朋友。嘉豪红着脸介绍道，在这种情况下介绍女朋友确实有些尴尬，但嘉豪还是想让父母知道，他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雨晴礼貌地向嘉豪母亲点头示意，阿姨好，不好意思这种时候打扰您，但我真的很担心嘉豪和叔叔。
嘉豪的母亲愣了一下，随即露出疲惫却温暖的笑容，来就好，来就好。这简单的台湾腔调让雨晴感到一丝亲切。接下来的几天，雨晴和嘉豪几乎形影不离地守在医院。嘉豪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医生说康复的希望很大，这让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雨晴也在这段时间里和嘉豪的母亲熟络起来。原来嘉豪的母亲不仅是个勤劳的农家妇女，还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客家菜大厨，难怪嘉豪对食材那么讲究。阿姨，您这个酸菜做的也太好吃了吧，简直绝了！雨晴尝着嘉豪母亲送来的便当，由衷赞叹。哎呀，这没什么啦，嘉豪母亲不好意思地笑了，只是祖传的腌制方法，加了一点野生山葵根，才会有这个特别的香气。雨晴眼前一亮，这个配方如果用在我们的农场产品上，绝对能成为爆款啊！就这样，在等待嘉豪父亲康复的日子里，雨晴和嘉豪的母亲成了忘年交，两人不停地交流着各种农产品加工和美食制作的心得。嘉豪在一旁看着，心里满是感动和幸福。谁能想到呢？嘉豪感叹道：“我爸出世这种不幸中的万幸，居然是让你和我妈成了闺蜜。”雨晴笑着捶了他一下：“什么闺蜜啊？阿姨可是我的宝藏师傅哎，你知道吗？阿姨答应教我做那个秘制的桔梗花瓜酱，这可是你们家的传家宝，外人根本学不到的。”嘉豪眨眨眼：“那你已经不是外人了。”这句话让雨晴羞红了脸，心里却甜滋滋的。1个月后，嘉豪的父亲终于可以出院了，医生说恢复得非常好，简直是个奇迹。回到家后，嘉豪的父亲才有机会好好打量这个未来儿媳妇。丫头，听说你以前是做大生意的。嘉豪父亲坐在农家小院的竹椅上，眯着眼睛问雨晴。雨晴点点头，是的，叔叔，我之前在家族企业负责连锁酒店的运营管理，不过现在，他简单讲述了自己家族企业的变故。出乎意料的是，嘉豪父亲听完后哈哈大笑，太好了，太好了。雨晴疑惑地看向嘉豪，嘉豪也是一脸尴尬。爸，您这是？我是说，丫头有过这样的起落，现在才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啊。嘉豪父亲一本正经地解释，要是你找个一直养尊处优的千金，哪受得了我们这种农家生活？现在好啦，丫头吃过苦，知道珍惜，这才是真正能过日子的媳妇啊。雨晴破涕为笑，没想到自己最痛苦的经历，在嘉豪父亲眼中竟然成了最大的优点。而且丫头长得这么标致，还这么有本事，阿豪，你可要好好珍惜啊！别学你舅舅，当年就是不懂得珍惜，把你舅妈气跑了，现在孤家寡人一个，连个端茶倒水的人都没有。爸，嘉豪尴尬地打断了越说越离谱的父亲，您就别取笑我了。晚饭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嘉豪母亲精心准备的客家菜。雨晴突然觉得，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简单而温馨，充满了爱与关怀。饭桌上，嘉豪郑重其事地宣布了一个决定：爸妈，我和雨晴商量过了，考虑到您的身体状况，我们决定暂时不去大陆发展了，先留在宜兰，把我们家的农场经营好。嘉豪父母惊讶地对视一眼，但是雨晴接着说，我们有了一个新计划，我想把台湾的农产品通过我在大陆的人脉渠道开拓线上市场，我们可以做一个从台湾直供大陆高端消费者的生鲜平台。对，嘉豪兴奋地补充，现在大陆的中产阶级特别青睐台湾的农产品，认为更安全、更有品质。我们可以把宜兰的好东西通过电商平台直接送到大陆消费者的餐桌上。雨晴继续解释，我们先从小规模开始，主打高端路线，每周定量，保证新鲜度和品质，采用会员制模式，打造专属感和稀缺性。嘉豪父亲听得目瞪口呆，这能行吗？雨晴自信满满，当然行。叔叔，您可能不知道，现在大陆的他经济有多厉害，那些精致的都市女性对食材的品质要求超高，愿意为健康和品质买单。我们的有机蔬果，您的秘制酱料绝对能成为爆款。而且，嘉豪补充道，我已经联系了几位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校友，他们愿意加入我们的团队，帮助提升产量和品质。嘉豪父母还是有些将信将疑，但看到儿子和未来儿媳妇信心满满的样子，也就不再多说什么。回房间后，
雨晴悄悄告诉嘉豪，其实我已经联系了以前的几个投资人朋友，他们对我们的台湾职工计划很感兴趣，愿意提供启动资金和资源支持。嘉豪惊讶地看着他，你什么时候？就在医院那段时间啊，雨晴笑着说，你以为我天天只是陪你妈妈聊天吗？我可是偷偷做了很多功课呢。嘉豪感动地将雨晴抱入怀中，雨晴，嫁给我好吗？雨晴愣了一下，随即娇嗔道，什么吗？这也太突然了吧，连个戒指都没有，就这样求婚，你也太敷衍了吧。我是认真的。嘉豪紧张地说，我知道现在条件不好，但我保证会给你幸福。看着嘉豪紧张的样子，雨晴忍不住笑了，傻瓜，我逗你的啦。我愿意，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台湾，无论是大富大贵还是平平淡淡，只要和你在一起，我都愿意。两人相拥而泣，在这个宁静的宜兰之夜，许下了共度一生的承诺。3个月后，雨晴和嘉豪的台宝先生平台正式上线，首批会员名额仅开放100个，却在2小时内全部售罄。第一批从宜兰空运到上海的有机蔬果礼盒，收到了会员们的一致好评。天哪，这草莓也太好吃了吧，简直是人间美味，宝藏平台无疑了。这个秘制酱料绝了，我已经安排闺蜜帮我多买5瓶了。台湾老农亲手种植，从土地到餐桌只要36小时，这才是真正的新鲜啊！会员们的热情反馈让台宝先生迅速在高端消费圈内走红，半年内会员数量增长到了5000人，供不应求。嘉豪和雨晴不得不扩大生产规模，联合周边的小农户一起加入他们的供应链。嘉豪负责严格把控种植标准和品质检测，雨晴则负责品牌运营和市场拓展。台宝先生不仅成为了连接台湾农户和大陆消费者的桥梁，还带动了当地农业的转型升级。许多年轻人看到了现代农业的希望，纷纷回乡创业。1年后，在嘉豪父母的见证下，雨晴和嘉豪举行了一场简单而温馨的婚礼。婚礼就在他们的有机农场里举行，远道而来的亲朋好友都惊叹于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谁能想到呢？丽姐感叹道，1年前还是商业精英的雨晴，现在竟然成了一位幸福的农场主，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婚礼上，雨晴穿着简单的白色连衣裙，头上戴着一圈用农场里鲜花编织的花环，美得让人窒息。各位，雨晴举起酒杯，我要感谢命运的安排，让我在最低谷的时候遇见了嘉豪。如果没有那场变故，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原来真正的幸福是如此简单，有爱的人在身边，有热爱的事业，还能为社会创造价值。嘉豪接过话茬，我们的台宝先生不仅是一个商业平台，更是连接两岸的桥梁，通过美食和农产品，拉近了两岸人民的距离。我相信，这样的民间交流才是最真实、最持久的纽带。婚礼结束后，雨晴和嘉豪并没有去什么奢华的地方度蜜月，而是选择了环岛自驾游，走访台湾各地的特色农场，寻找更多优质的农产品和合作伙伴。2年后，台宝先生已经发展成为两岸农产品交流的知名平台，不仅从台湾空运优质农产品到大陆，还开始帮助大陆特色农产品进入台湾市场。而更让雨晴骄傲的是，他和嘉豪创立的农创学院，已经培训了上百名两岸的年轻农创者，帮助他们掌握现代农业技术和经营理念。你知道吗？某天晚上，雨晴依偎在嘉豪怀里，轻声说道，如果没有那场商业风波，如果我没有失去一切，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原来我真正的天赋不是在高楼大厦里运筹帷幄，而是在这片土地上创造价值。嘉豪吻了吻妻子的额头，命运就是这么神奇，他先让你失去一切，是为了让你获得更好的一切。对了，雨晴突然想起什么，忘了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今天那个曾经恶意收购我家族企业的集团，主动联系我，想要投资我们的台宝先生。啊，真的假的？嘉豪惊讶地问。雨晴得意的点点头，千真万确，他们看中了我们的供应链和两岸资源，愿意注资5000万，帮我们拓展东南亚市场。那你怎么说？雨晴狡黠的眨眨眼。我说，不需要他们的投资，但欢迎以市场价采购我们的产品。嘉豪哈哈大笑，我老婆真是太霸气了。那是，雨晴骄傲地扬起下巴，
现在的我再也不是那个可以被人随意打倒的商场菜鸟了，我是农场女王，土地才是最可靠的财富。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洒在这对幸福的夫妻身上，远处是他们辛勤耕耘的农场，近处是嘉豪父母和农场工人们的欢声笑语。这就是雨晴和嘉豪的幸福生活，简单而充实，平凡却伟大。正如丽姐所说，爱情就像种子，播种在正确的土壤里，哪怕经历风雨，终会开花结果。从豪门千金到农场主母，雨晴的人生经历了最戏剧性的转变，但她知道，无论身处云端还是泥土，真正的幸福都是源于内心的满足和身边人的陪伴。好啦，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你对两岸婚姻有什么问题，欢迎在下方留言，我会尽量回答大家的疑问。我是丽姐，我们下期再见啦！